大家好，我是郑一珍，欢迎收看《真心话大冒险》。收看我们网络的视讯的这些朋友，我们先把这些通通撇到一边。你是说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先抛到一边。归根结底，有太多的专家，包括疾管中心都讲过，最重要是获得疫苗，这个是 final solution。对，也就是说，你要应对、要打赢这一场对抗新冠疫情的最后的手段，就是获得疫苗。所以疫苗现在变成我们重中之重、最急切的部分。那我们有很多的人员都花精神在应对已经染疫的确诊的，那他们都已经很忙了。那么所以我们希望有政府有另外一部分人，包括对外关系的还有这个政府里面有余裕的人。一定要把所有的精神全部拿起来做一件事情，买疫苗，就去买疫苗。而且这个疫苗，大家不论评价如何，不管网络贴图有多少，它只要是符合国际标准的疫苗，它就有一定的防护能力。对。那么不管科学怎么讲，是吧？第一剂要打一种，第二剂混打，它的防疫效果更好，这些东西我们都撇开，我们先不去论证。但是有打疫苗，它的防护力就会变高，所以只要能够获得疫苗，我们先不要去讨论只要是国际上面认证，那么有一定科学根据的这些疫苗，我们想尽办法要去取得。那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像南韩。他们就很积极争取国际合作，甚至呢也已经争取到了。美国现在不就点头同意吗？让这个南韩他们可以来在南韩制作疫苗嘛？那反观台湾，对不对？我们说如果跟美国你这么关系这么好棒棒，第一，美国要送的疫苗，请问有要送到台湾来吗？美国好像要送8000多万剂给世界各国，有包含台湾吗？也不知道没有答案。那第二，我们也是有能力制造疫苗，可以合作吗？也没有没有谱嘛。现在来讲都还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跟观众报告。那为什么文在寅一出手就有？文在寅他现在部分，其实美国答应文在寅也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为什么？因为美国跟韩国有这个共同防御条约，跟南韩的军队。在韩国有驻韩美军，那么这些人他们跟韩国的军队来讲，所以这次文在寅争取到的，他的第一要件不是给韩国的什么记者啦，或韩国的教授、韩国的这些医疗团队，他是先给驻韩的美军先打然后才有可能是跟美军互动比较多的韩国的军队来打。对，所以美国还是想到自己嘛？那当然，美国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嘛。所以有争取到，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当然心里面会觉得说人家可以做得到。可是文在寅也付出很多其他政治的代价，包括那个很尴尬的这个美国总统，当那个记者问到他，就是说你在联合声明中间提到台湾，你有没有感受到压力？然后文在寅在回答以前。那个很自然的，美国拜登总统马上讲了一句说 "Good luck"， 就表示说他们两个人都知道出来一定会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对。然后呢，如果他不讲 "Good luck"， 我还觉得没有压力。那个拜登讲了 "Good luck"， 就表示说，我叫你讲，你讲完了以后，你看吧，别人来问你看你怎么回答。答案是不是标准答案？所以南韩自己也付出一些政治上面。其实最近也很奇怪美国跟很多国家在谈事情但谈来谈去都谈到了两岸问题。两岸问题这么好，就是为什么他们要一直谈两岸问题，不能谈一些自己国家别的问题吗？当然，两岸是被放大来解读、来检视啦，但。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一点是逼你表态。你在两岸问题怎么看？日本你怎么看？南韩你怎么看？你要跟我合作，对不对？好，那你怎么看？你要疫苗，对不对？那你怎么看两岸问题？挺谁？基本上，这个美国在任何一个到目前为止，拜登总统上任以后，所有的峰会或者是外长会议中间的联合声明里面，几乎都有提到台湾。那几乎都提到台湾，对于台湾来讲，他可以说，你看，
这个我们虽然不是川普政府，但是我们挺台力道一直没有减啊，虽然只是口头的，但是我们都有做。那么，所以从 G7 的外长会议开始，到美日美韩的这种峰会的对外声明，都有提到台湾，几乎无一幸免。所以，几乎美国现在说要团结所有的盟邦一起来对付中国大陆，它变成这个一定要勾选的选项，就是你要不要谈台湾？那美国就会抓到你的手去打一个勾。OK， 所以我们要非常冷静来看美国的这些操作。来，按赞数帮我们校正回归一下。首先呢，我也来帮他校正回归一下，台湾疫苗的接种率有多低？比印度、菲律宾、南韩、日本都要低。其实日本人打疫苗已经接种率很低，但让我蛮意外的。等一下，请教授来帮我分析一下这个数据。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国际数据网站 Our World in Data 5月21号统计到5月21号，台湾每100人打过就接种过新冠疫苗1.2剂，新加坡58.2剂。以每100人来计算，中国大陆32.4剂，印度13.6剂，韩国10.3，日本6.3剂，菲律宾是3剂，我们根本还比不上菲律宾打疫苗的接种率。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觉得当然就是疫苗获得了。今天如果说这个我们国内的疫苗数，即使是 AZ。那么，如果有更多可以施打的疫苗，我相信这个施打的比例会，最起码会比现在要高一些吧。因为台湾相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讲，台湾经历，尤其是提升到第3级以后，现在愿意施打疫苗的这个意愿应该已经起来了。那么，所以即使你看我们在到目前为止只有这个 AZ 疫苗，可是现在有意愿愿意去登记的。变成都很多，那么因为支援医疗团队，所以原来预约的自费施打的，现在都暂停。那很多人在网络上留言说非常扼腕，他希望要打。所以我觉得现在台湾就是施打疫苗，只要是国际上面认证的，即使它外面所有的报道，它的有效率不是到80%，它是65%，但是我觉得现在施打意愿已经提高。那么经历的这一次也是我们共同学习的课程。那么我刚刚在前面已经说过，只要有打疫苗，它的防护力就会提升，那么它得到重症的几率相对就会比较低。那么所以我们特别的是希望就是政府能够加紧的。那么当然有一些国家它在事前操作或者是事前预算比较精准，或者是比较从宽考量的时候，他取了各种不同的疫苗。那么，所以有一些国家的人是可以知道它有好几种可能，有的可以选，有的不能选。新加坡的宝宝有没有新加坡的宝宝？新加坡的粉丝就有跟我们说，他们好像是可以选疫苗的。然后美国是不是也可以选疫苗呢？大家可不可以帮我们留言一下，您所在的城市在哪里？您的国家可以让您选择，你可以自愿去选择说你要打的是哪一款疫苗吗？好，告诉我，那最后你选的是哪一款疫苗呢？美国加州的 Costco 就好事多，基本上是3款都可以选，你自己可以选，一个就是辉瑞。一个就是 Moderna， 另外一个就是 Johnson & Johnson， 就嬌生。那这3个是可以选的。那大家都不需要我讲，大家最近很关心这个问题，都知道每一种疫苗它的成本不一样，然后它的效率比例不一样，还有它施打的防护力剂量啊，有像 Johnson 它就是打1次就好，打1剂就好了。那么所以这些，我觉得我觉得政府应该，要去考虑所有我们可以取得的国际科学认证合格的，都可以想尽各种办法让它进来。